一次酒后意外，我揣上了载，没钱打掉也没钱生下来，眼看着一天天显怀，再也隐瞒不住，我只能向有黑道背景的室友借钱。他把玩着手里的刀，一脸阴鸷，也中我可以养，但你得告诉我，那个该死的男人是谁？该怎么告诉他？那个该死的人就是他自己。秦烈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一身的伤和一份烤鸭，他把烤鸭随意往桌上一放，拉开我的椅子坐下，先帮我擦药。看他这副样子，大概率又去赛车了。你这得去医院。不用，他干脆利落地脱了上衣，毫不在意。皮外伤，我叹了口气，放下睡衣和脸盆，习以为常地拎出药箱，刚掏出棉签，秦烈忽然攥住我手腕，干神！他朝我勾起嘴角，没用多大力一拽，我跌坐在他大腿上，站着多累，笑意明亮桀骜。秦烈腿上也有擦伤，被我坐着，脸色丝毫不变，随便你，反正痛的不是我。擦完药，我挣扎起身整理药箱，他没再勉强我，跟着站起来在我桌上翻碗筷。秦烈有个习惯，只吃摆在餐具里的食物，再昂贵精美的打包盒，在他眼里只是携带容器，就着容器吃饭的人，只是在生存，并不是生活。很契合他秦家大少爷身份的发言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每次都加价用最好的打包盒，无数次在心里哀嚎，把这钱给我多好，我愿意捧着盘子一路给他带回来，我都快生存不下去了。这是什么？纹身？我侧过头，看到秦烈手里拿着一根试纸，上面2条杠，鲜红，眼皮重重一跳，糟糕，忘记处理掉了。脑子反应过来前，身体早已自主行动，我飞快上手夺过，扔到垃圾桶里。测流感的。他挑挑眉，怎么不太像？现在的试剂盒都长这样，所以你别离我这么近了，会传染。秦烈轻嗤一声，直接扣着我的后颈凑过来，鼻尖相对，呼吸纠缠。我还怕这个。说着偏了点角度，一点点压下。我别过头，唇堪堪擦过耳畔。秦烈动作制住，不愿意。又不是没亲过，那次是误会。3个月前，秦烈刚搬来的那晚，他起夜后迷迷糊糊上了我的床，我惊醒后想提醒他，却被他按着吻了半个钟。事后他解释说不适应环境，以为还在自己家，以为躺着的人是他前任。我接受了这个理由。后来卫生间那次，你也没拒绝，那次是我的原因。洗头时洗发水淌进眼睛，辣得睁不开，跌跌撞撞转身摸毛巾，一不小心扑在了秦烈身上，碰巧亲上了，又顺势亲下去了而已。秦烈没耐心和我掰扯，他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直视他。行，那再碰巧一次，这次很不碰巧。我干呕了一下，秦烈愣住，不可置信，你觉得我恶心？当然不是，我想否认的，结果又来了一个干呕，气氛微妙凝滞。这只是客观生理反应，控制不住，并没有其他主观意思。秦烈显然不这么想，他松开我，退后2步，我试图挽回局面。抱歉啊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这话不知怎地反而点燃了他眸中怒火，他冷喝一声，咬着牙，抓起衣服扭头往外走。我怕他又去玩那种车在前面开魂在后面追的玩命游戏，忍不住提醒，你身上还有伤。回应我的是狠狠甩上的门。我呆站了好一会，慢吞吞坐下来，将有验孕棒的垃圾袋扎紧。秦烈不知道，除了那些误会碰巧，我们还有过一次意外。那次意外让我身体里多了一个不该存在的生命。哦，还没成人形，那就算他是个东西吧。男人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这是我问医生的话。医生说我身体构造比较特别，为了方便我理解，还调出了相关案例，画了示意图，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因为我的天塌了，大脑一片嗡鸣，只能看到医生嘴巴一张一合。最后医生交代，月份太小不能打，得至少再等半个月。我没好意思和他说，挂了他这个专家号。做完检查，我已经彻底没钱了，刚发的实习工资全部打给了家里，他吃进去的钱绝对不会吐出来。好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攒钱，好在秦烈给我留下了烤鸭，今晚不至于饿肚子。心里笃定他今晚不会回宿舍，但犹豫再三，还是留下了一半。秦烈之前提过一嘴，这家用的小雏鸭，所以肉质嫩而多汁，皮酥酥脆脆，上面还缀着鱼子酱。忍了又忍，没忍住又拈起一块，刚塞进嘴里，门突然开了，吓得我差点噎死。秦烈拎着一个大塑料袋，脸色和离开时相比，并没好多少。他扫了一眼剩下的烤鸭，嘲弄语气里带着刺，嫌我恶心，烤鸭就不嫌了。我拼命咽下后顺了顺气，哑着嗓子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嫌弃，刚才身体不舒服。秦烈的表情这才缓和了些，过来吃药。原来他去买药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不回来去哪儿？你自己家。秦烈眸光沉了沉，闪过一丝冷厉，闹掰了。我略感讶异，又闹掰了。秦烈大姨就和我分到了一个宿舍，但直到大4下学期才真正住进来。黑道起家的阔少爷，连学校的单人间都看不上，更别提双人间。来住也不是突然看上了，而是和家里起了矛盾，被他雷厉风行的爸爸停了卡，没收了房产，无可奈何加赌气之举。平日与他交好的朋友都触秦家的威压，不敢出手帮他。我一个之前没有交集的外人反倒不受限制，从少的可怜的实习工资里挤出一点经费，偷摸着用违禁电器，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。这样相濡以沫的日子过了很久，直到他的管家看不下去，倾囊暗中支援，到上个月关系已经缓和的七七八八，秦家还给他办了盛大的生日宴。秦烈邀请了我，意外就发生在那一天。秦烈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和我滚了床单，纠缠了一整夜，才过去不到1个月，竟然又闹掰了。看他不想多谈论的样子，我也没再追问。秦烈买的一堆抗生素，合理怀疑吃完这些没病也会生出病。我下意识捂了捂小腹，注意到秦烈视线也落了下来，忙不迭移开。我今晚已经吃过药了。吃过了？吃了什么？仗着他绝对不懂，我胡诌了一些，再吃可能会冲突。秦烈凝眸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略一颔首，本以为他妥协了，没想到他语出惊人，软声，我现在要碰你啊！张开嘴还没出声，额头贴上了他的手背，一丝微凉感钻进毛孔，渗进血液。你的体温
好像比我高一点。秦烈收回手，如果一直降不下去，你要乖乖换药吃。额头上残留着相处的感觉，我还是有点懵。他一个自缢不羁的人，2次干呕，竟然让他克制循规蹈矩上了。然而此番感慨没能熬过一个晚上，当晚他起夜，又故技重施的爬到我床上，被我错开的吻，终究还是精准落下。软声，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我对你什么心思吗？我装睡，连睫毛都不带颤的。秦烈视线粘在我脸上很久，最后恨恨地咬了下我的耳垂，真想干死你！我一动不动躺了很久，听到枕边呼吸绵长，才慢慢睁开眼。如果这话在那晚之前听到，我应该会很高兴吧？毕竟那么多次，我本可以推开的，最后都没有。不仅没有，还挺享受。相处的3个月，我早就动了心。他的强大从容、张扬自意、点到为止的示好、恋人未满的暧昧拉扯，都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像蒙特吉尔街阴沟里的老鼠，憧憬甜品店刚出炉的可颂；像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，无法抗拒传吸效应，不自觉地靠近闪闪发光的巨轮。但那日在秦烈怀里醒来，我不知天高地厚的以为我们有一个开始时，他父亲和管家的对话宣判了我们的结束。他父亲嘱咐管家，那位因航班延误没能赶上秦烈生日宴的联姻对象，坐早班机回来了，务必要好好招待。和秦烈的普通室友生活过久了，我竟然忘了，老鼠是见不得光的。巨轮踏着灵光，朝着既定目的地继续航行，而破烂孤舟只会在短暂相逢后悄无声息的沉没。距离下次发实习工资还有大半个月，为了尽快存到钱，我又找了兼职，校门口的便利店，时薪18块，夜班还有1块5的补贴，劳动力廉价到了极致。唯一的好处是下班前可以把过期爆损的饭团盒饭带走，这样一来，时间变得很不够用。工作日正常上班，下了班直奔便利店，换完班回宿舍挑灯改论文，睡4个小时就得起床。宿管阿姨人很好，知道我夜班时间比门禁还晚半个小时，常常给我留着门。她宽慰我，熬到毕业转正就好了，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。我也这么想，熬一熬，再熬一熬，然后生活猝不及防给了一拳重击。听闻我准备毕业后在公司附近租房 ，HR 踌躇了好一会，隐晦地告诉了我事实：今年公司效益不好，没有安排 HC，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转正，正式毕业后就得滚蛋。消息给到你了，尽快另做打算吧。很感谢他提前告知我，至少我还没错过金3银4的末尾。只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不得不分心到校园招聘会和奔波面试上。有些人表面平静，其实已经走了好一会儿。我继续正常上班，下班后微笑着和同事说明天见，一脸麻木地挤在晚高峰的地铁上，周身萦绕淡淡死意。今天大概是水逆日，擦拭货架时，我失手摔碎了货架上的2瓶果汁酒，一天白干。扫完碎玻璃渣，我在垃圾桶旁发呆，压力好大，想做来个人再给秦烈下一次药吧，就像上次那样，假装看不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，假装不知道他有联姻对象。手机在此刻震了震，打断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点开，正好是秦烈，怎么不在宿舍？药也没拆封，你没吃，带回烤鸭的第2天清早，他去阳台接了个电话，打了瓶酒，回来时身上带着早春露水的寒意。他要飞去意大利，处理一些爷爷被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说不定我会死在那里，你还要装睡吗？我紧闭着眼，在心里纠结半天，想回应时他已经转身下床了。整整1个礼拜毫无音讯，我松了口气，总算有件好事。加班？什么公司实习生还要加班？间隔2秒，弹出新消息，发定位，我去接你，正好有些朋友在，认识下。象牙塔是阶级差异最后的遮羞布，毕业后云与泥的差别将会越来越明显，融入他的社交圈太没必要，毕竟连秦烈本人我都不会再有什么交集。不用，先不说了，在忙。回完这句，我将手机揣回兜里，返回便利店去赚那剩下的18块。临近交班，刚盘点完营业额，移门叮的一声自动打开，一群男男女女的哄闹声涌了进来，我的动作猛地顿住，如此嘈杂，我还是一下子捕捉到了秦烈的声音。别闹，他说，对着一个眉眼精致的漂亮男生，头皮发紧，想逃的欲望攀到了顶峰，可惜晚了。他说完那句话后就转过了头，和我对上了视线，嘴角噙着的淡笑猝然僵硬，脸色一点点沉下来。这就是你说的加班？他的气场太过强大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，众人目光不加避讳，放肆地打量着我，让人不适。我脱下制服，对来交班的同学点头示意，我先走了。结果没走成，那2瓶被打碎的酒还得写个报告。好在众人的注意力很快被其他事物吸引走，如芒在背的不适感有所缓解。除了秦烈不依不饶站在柜台前，一定要我给谎话一个解释，能有什么解释？不就是缺钱吗？有想过要不编个理由，向秦烈借一点渡过难关算了，但钱可以还上，人情还不了。我不想再和他有过多纠缠，僵持了一会，他先败下阵。流感好了吗？没传染给我。那你身体真棒。秦烈还想说什么，被一声短促的惊叫打断。他愣怔一瞬，表情微滞，立刻转身朝声源跑去。我跟上去一看，是那个男生，不知怎地摔在了拐角，脚腕被货架划开了一道口子。我扭过头，你拖过地了？换班同学连连摆手，还没来得及拖呢，眼下顾不上分析原因，得先给他处理伤口。我去拿药箱。秦烈脸色很不好看，冷着脸扶开旁人，弯腰将人抱起，众人顿时起哄起来。在便利店不算宽敞的空间里，很刺耳。阿烈，我讨厌你们学校。男生趴在他肩头，似有若无地朝我瞥了一眼，是我学不会的嗔怪。秦烈语气没什么波澜，早就说了让你别来。他似乎没听见我的话，大步往外走。这个程度的伤口用便利店的应急药箱足够，但他可能不放心吧。牢牢扣在腰间的手不抗拒的交紧拥抱，一脸紧张的样子，无法忽视的亲密感，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人呢。秦烈路过我身边时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晚上给我留门。我没应声，侧过身让他们离开。男生摔倒的地方是监控死角，我来来回回拖了好几遍进度条，都没看明白他怎么摔的，不知道会不会被追究责任，只能先把监控留存，离开便利店，满心疲惫。
宿舍楼下停着秦烈的车，他倚在车门上，指尖燃着一点猩红，没见过他抽烟，看来此刻心情真的差到了极致。要为那个男生讨个说法吗？为那道不处理也立马会愈合的伤口。我捏了捏眉心，走到他跟前，秦烈，我值班期间发生的事会负责，后续他。秦烈突然冷笑一声，后面的话噎在喉咙，我不明白这声冷笑的含义。他抬起头，脸上的狠戾在昏暗灯光下依旧让人心惊肉跳。呵，这会儿知道负责了，我本来就会负。一个白色小长方块砸在我的脸上，啪的一下又掉在了地上，只一眼我就知道那是什么。看来秦烈刚才是把人带到了学校后面那条街上的24小时药店，我的验孕棒也是在那里买的。可能因为今天实在太累了，分不出精力去惊慌，我闭了闭眼，弯腰准备捡起，后颈被猛地揪住，力气很大，我忍不住闷哼一声，被迫以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面对秦烈。他的黑眸里翻涌着灼人的怒意。阮生，你他妈把谁肚子搞大了？我没吭声，他咬牙加重了力道，还骗我是流感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演技这么好？说话只知道爽，不知道做错事，连个套都买不起。我默默看了他一眼，继续不吭声。他顿了顿，转而嗤笑起来。哦，我说呢，怎么大晚上还在便利店打工？原来是真买不起。阮生，你他妈穷一辈子吧？说话真伤人啊，但也是实话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秦烈松开我，重重甩上车门，一脚油门飞驰而去，没再看我一眼。宿管阿姨被吵醒，恼怒在看到我后转为了担忧。同学，身体要紧小的罚，别太拼了，来日方长。我捡起验孕棒揣进口袋，向他认认真真地道歉，实在太累，连走带爬地上了4楼，打开寝室门，扑鼻而来糖果甜腻的香味。秦烈去处理事务，竟然还想着给我带伴手礼。我在桌前坐下，看着满满一桌发了会呆，最后拿起了看起来最便宜的巧克力，慢吞吞撕开包装，塞进嘴里，真苦。如果幸福是巧克力，那我就是狗吧。秦烈没再回来过，他这样的人根本不会为了生存发愁，要不是当年秦家遇到了点危机，他被限制出行，才不会来这所普通的大学，也不会和我遇见。我依旧每天很忙，忙得没空想乱七八糟的事。半个月很快过去，我终于在招聘季的尾巴上接到了一个满意的 offer， 在原司办完离职 ，HR 也松了口气，还好没耽误你。我问，那可以提前把工资结了吗？他眨眨眼，那可不行，不行也能接受了，毕竟这些天已经攒够了打胎费，论文也基本定了终稿，就等着答辩。离入职新公司还有段时间，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那个摔倒的男生也没来追责，真好，真好。回学校路上，我预约了下周的医生，看到预约成功的字样，持续紧绷的神经终于一点点放松下来。虽然中途一个坎坷稍微偏离了原来的路线，好在最后还是有惊无险的拐了回来。回宿舍前，我顺道买了牛奶和水果，感谢宿管阿姨这些日子的关照。临近毕业，整栋宿舍楼空了一大半，时不时能看到有人大包小包的搬出去，很快就会结束了。碌碌无为的4年，以及如梦般的3个月，真好，真好。步履轻快地上了2层台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家里2字，周身的愉快刹那凝滞，大脑里有个声音在说：别接，别接啊！阮生，手指无法控制的发颤，想按挂断，一个哆嗦，手机砸落在地，误触了接通。男人的声音立刻窜了出来：聋了，这么久才接，关节僵硬。我慢慢蹲下身，大脑是麻木的。有事吗？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却不想这么快就绝望。万一不是呢？万一他良心发现了呢？转点钱过来啊！果然不会有其他可能。我捡起手机，攥紧，头一次不想顺从。刚给你转过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没钱你不会想办法？没有办法。那头默了默，讥笑道：行，我去找你妹妹。我睁大眼，他一个初中生哪来的钱？男人大笑，声音宛如恶魔，一字一顿落在鼓膜，在心头狠狠震出轰鸣。他说他本身就是钱。呼吸急促起来，眼前发黑，止不住想干呕。别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很远很远。我给你转631块，1毛不剩。盯着空空如也的账户，心里冒出来一个念头：这胎干脆别打了，就这么养到足月，像新闻里那样悄悄在公厕里生下来丢掉，丢在别人看不到的阴沟里。按下冲水键，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。这个做法和我的亲生父母有什么区别？我出生后就被丢在了江边的芦苇丛里，是村里的老光棍把我捡了回去。除了我之外，他还捡了2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听起来很像温暖人心的感人故事，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他是多么穷凶极恶的混蛋。靠着这几个弃婴，他每个月都可以拿到相关补贴，然后转头输光。大姐到了年龄就被他嫁了出去，二姐在他一次大叔被追债的次日不知所踪。我骗他外出打工，用助学贷款继续上学，本以为可以一点点脱离他的魔爪，但今天才明白，我永远无法逃离。在宿舍躺了2天，整个世界安安静静。就在我以为我会这样一直沉睡下去时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我条件反射的拿被子蒙住头，惊惶到身体不由自主发抖。好在他响了1分钟，挂断了。还没在惶恐中回过神，铃声再次响起，重复了2次后，我慢慢探出头，这么执着，不像是家里的电话。刚一拿到手机，对方再次挂断，原来是秦烈，盯着屏幕发愣。他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之间应该早就结束了。愣神间，电话再次打来，这次我接了。接通后，那头没说话，只有不算平稳的呼吸声，带着点克制的怒意。为什么现在才接？在睡觉？你搬出去了？宿舍电费欠费短信发到我这里了，怪不得这2天灯一直没亮，还以为是灯坏了。没听到我的回答，那头明显更气了。你和那个女人同居了？好像没有否认的必要，误会就误会了吧。我的默认换来他长久的沉默，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。一看屏幕还亮着，阮生，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？屏幕熄灭，没有人挂电话，是我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。我又躺了一会，直到头顶的灯突然亮起来，眼球不太适应光线，闭了闭，又酸又胀。
我自虐般强迫自己盯着光源，然后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不行，不能死在宿舍，会给宿管阿姨添麻烦。下床充上电，开机后未读消息为零。看来秦烈交上电费已经是最后的仁至义尽。他连毕业典礼都没来参加，宿舍里他的东西很少，但都挺贵的，不知道他要如何处理。我默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将没用的垃圾带下楼丢掉。2个同学拖着行李箱要走，看到我朝我摆了摆手。这4年上课以外的时间，我都奔波在各种兼职里。班里叫得上名字的同学不到1只手，但并不熟的同学，到了最后也会主动道一声再见呢。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我小腹逗留了会，我不自然地扯了扯衣摆，速度太快了。这段时间已经肉眼可见的明显。后来发的实习工资全用来租房，再一次没有余钱处理这个，现在可能算生命了吧。原地消化了一下焦虑，转身刚准备回去，身后有人叫住了我：“同学你好，能不能占用你几分钟时间？”我站定，狐疑地看向他，黑衬衫，发胶头，很浓的香水味，似乎已经在这里徘徊很久。下意识后退一步，他笑眯眯地凑了上来：“你找好工作了吗？如果工作还没着落，我这里有一份很轻松的活。”这是猎头，大晚上的来生活园区找员工。我警惕起来，连连摇头：“不用，工作已经定了。”男人不依不饶堵住我的去路：“那当个兼职也行，晚上挤出一点时间，比你上班性价比高多了。你看你长那么好看，不利用起来多可惜啊！”听明白了，不是正经活，谢谢，不需要。刚要迈步，手腕被他一把捉住。哎呀，先了解一下嘛，我的车就在那里，带你去看看。到时候你还是不想干，我再送你回来。你松开我！男人力道大的出奇，我挣不脱，刚想掏手机，一记拳风擦过耳畔，拳肉相接的闷响在眼前炸开。男人被打偏了头，也不装了，一脸凶狠的扑过来，表情却在看清我身旁的人时瞬间凝固，变成惊恐。秦烈一把将人摁在地上，语气冰冷：“哪个组的？大少爷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3，我真不知道这是您的人，这不就碰巧了吗？2，少爷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这次。”秦烈满脸遗憾，手上了劲，地上的人立刻哀嚎起来，最后艰难地挤出了2个字。闻言，秦烈愣了愣，那人乘机挣扎开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一段时间没见，秦烈身上的张扬义气沉淀不少，狠力感却愈发锋利。我绕开他，今晚去租的房子住吧，他总不能强行入室。去哪？毫不意外地被拦住了。回家。语气微妙上扬后，毫无征兆地直坠而下。和那个女人的，他扳过我的肩，不容拒绝地揽住往宿舍楼带。你干嘛？我不回宿舍，总感觉回去会发生点什么。秦烈搂得更紧，药箱还在吗？啊，我受伤了，终究还是上了楼。所谓的伤口是刚才揍人留下的破皮，我给他涂药，他痛得到吸气。明明以前的伤严重多了，也没见他吭一声，难道是我手法变了？很痛，反正我忍着，你也不会心疼我。联合刚才的那一出，我怀疑他在演戏。那人是找来配合你的吧？不是，他脸上攀上一抹寒意。我不知道他什么目的，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。话锋一转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安全起见，你还是先和我住吧，得赶紧走。我迅速挣开，整理好药箱，从桌下拎出行李。秦烈全程就看着，一语不发，事出反常。刚走到门口，整个人一轻，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被他拦腰抱起，放在了桌上，必有妖。秦烈，你别乱来。秦烈充耳不闻，蛮力挤进腿间，山一般压下。你他妈放开我！做梦！你混蛋！确实，他将头埋在我的颈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软声：“我好想你。”心被狠狠揪住，蔓延开一片酸涩、可颂和巨轮的吸引力，我依然无法抵抗。我不自觉回搂住他，惊觉自己在做什么后，又迅速松开。秦烈身体一顿，猛地抬起头直视我，眸中闪烁着一丝惊喜，软声：“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误会，碰巧你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你和他只是意外，不得已负责，对不对？”我努力别过头，不对，他显然不信，我可以补偿他，要什么都可以给，除了你。软声：“留下来，留在我身边。”可是你身边已经有人了，我站在那里，只是一个多余的、不道德的存在。做秦烈的小三，和跟着刚才那个男人去夜场没有什么区别。逆着光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粗糙的掌心摩挲着脸颊，微微有些疼，疼痛里又夹杂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愉悦。很难不想起那个混乱的晚上，这双手摸遍了全身，努力压抑翻滚在喉间的喘息，一出声，嗓音都在飘。秦烈，尾音被堵住了。秦烈吻得相当霸道，几乎夺走了我全部氧气，脑子开始发昏，模糊意识里，衬衫被一颗颗解开，手滑进了胸膛，毫不怜惜地揉捏而下。摸到小腹时，我一个机灵惊醒，秦烈也停了动作，微微喘着，低头看向在他掌心下的威龙，细胳膊细腿，怎么肚子？我手忙脚乱推开他，哆嗦着手系扣子。被推开的秦烈没有生气，脸上是不亚于我的慌乱和紧张。软声：“你生病了？”没有，吃多了胖了而已。我先回去了。他一手按住我，另一手撩开衬衣，再次摸上小腹，很轻，却微微发颤。软声：“去医院。”我还想拒绝，秦烈先行打断我：“去医院，斩钉截铁。”我知道我躲不过了，他替我整好衣服，转身拿车钥匙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闭了闭眼。秦烈，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，必须去。我怀孕了，钥匙砸在地板上。你说什么？在秦家的私人医院里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被自己亲生父母抛弃的原因。先天性染色体异常，23对多了一条，因此身体里多了一套女性的器官，是个怪胎。以前没发现是因为身体内的性器官没有发育，现在在外力刺激和情绪激素作用下，已经有了正常功能。方案是2个：手术直接切除，保留男性身份，或者通过激素保守治疗，保留孩子。答案无需思考，那必然是。心脏突然刺痛了下，我迟疑了。秦烈在走廊尽头抽了很久的烟，进病房后一声不吭倚在墙边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在床边坐下，拿起床头柜上的小刀，慢慢削苹果。这里的医生医术顶级，手术没有大风险，你别太担心。我没吱声，小心打量了一下他的表情。嗫嚅开口：“秦烈，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”苹果皮突然断裂，秦烈看向我，
神色如常，手背的青筋却接连鼓起。不需要，包括手术后续的康复治疗都不需要你出钱。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他什么意思很明确。可是我想保软生，秦烈声音猛然拔高，你清醒一点，那是个强奸犯的孩子。胸口一阵窒息，我揪紧被角，小声反驳，不是。病房瞬间静了，怒意将在他脸上慢慢转为不可置信。他颤声问，你自愿的？要问的人是他，在我张嘴时冷不丁捂住我嘴巴的也是他，无法发声。我便点了点头。秦烈松开了我，良久，谁啊？钱我会给，也重我会养，但我必须知道那个该死的男人是谁。我抬眸瞄了一眼盛怒的秦烈，抿紧了嘴。如果被他知道了实情，秦家肯定会去清流子吧？我不想这样，很难形容这种奇妙的感觉。短短20多年的人生里，亲情、爱情和钱都不属于我，此刻有一个生命真正属于我。按时间推算，那个月我们每天都在一起，除了过生日那次我断片，管家说你当晚跟别人回去了，但我查不到你上了谁的车。阮生，你究竟和谁看对眼了？你知不知道来宾都是些什么人？吃人不吐骨头，你他妈去招惹那种人！我慢吞吞缩回被子里。秦烈，我和那个人不会有以后了，你不借我也没关系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秦烈让步了，条件是我必须住在他家。我不同意。算了哦，我租的房子挺好的，公司也快入职了，马上有工资拿，虽然一半得还助学贷款，一半得被老光棍搜刮走。秦烈又让了一步，我在你公司附近买套房，就我们2个人，这算什么？金屋藏娇被包养吗？见我还在摇头，秦烈沉下脸，阮生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什么人？我要是想逼你，有1万种方法让你上手术台。他说的对，最后协商一致，我继续住自己租的房子，要是他也持有，随时可以上门，不能阻拦。每周至少去他家住1次，好在大部分时间我都有主导权，不至于太被动。松口的次日，秦烈给我账上画了一大笔，备注自愿赠与。我去戳他，是借款啊，为什么写赠与？他隔了一会儿回我，这个月的野种安抚费，让他看看后爸实力，别折腾你。心里酸溜溜，如果他没有联姻对象就好了，不敢想我会多快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划来一笔，本金不用还，但我要收利息。拿出计算器按了一通，好，这把冲着我工资来的。然而当晚，秦烈一进门就把我按在玄关，吻到全身发软，我才知道利息指的是什么，软的支撑不住身体，被他打横抱进房间。幸好身体情况摆在这儿，他除了弄我一身口水，也干不了下一步的事。折腾到大半夜，我去厨房煮夜宵，夜深人静，只有煮锅咕嘟咕嘟，我盯着蓝色火苗发呆。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，到时候我该何去何从呢？心里烦闷，翻出账户看看余额，瞬间安定不少。想通了，既然暂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先享受着。人不为财，天诛地灭。等他结婚，我就卷款带球跑路。秦烈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搁在肩头蹭蹭。老婆，饿了，把碗拿过来。碗是秦烈搬来宿舍那天我去学校二手平台淘的，只要2块钱，正好是一对。那时也没想到，我们会在日复一日朴素到了极致的生活里，生出另类情愫。秦烈吃完面，又开始吃我。我困得想死，你不腻吗？不腻。他从我颈间抬起头，挺腰蹭蹭，就是有点难受。我叹口气，并起腿，轻一点。1周很快过去，去完医院，秦烈接我回家。我的床很大，秦烈打了把方向，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我知道，滚了一晚上还能有角落是干的。他微微偏过头，你知道我在面不改色瞎扯上的确很有天赋，梦里见过。什么梦？还有我的床，床上有我吗？你猜。车子平稳驶入别墅区，不猜，待会就让梦实现。一进门看到沙发上坐着的男生，我就知道这梦一时半会无法实现了。他笑着站起身，阿烈你回来啦，等你好久。看到我后，表情微滞，这位是便利店打工的，熟悉的微妙敌意，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。秦烈的联姻对象，好想逃。我硬着头皮对他点点头，不动声色挪开了一点距离。秦烈刚要开口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他低头扫了一眼屏幕，微微蹙起眉。阮生，你先去我房间等我，我处理个事，马上回来。当着正牌的面说这个合适吗？不合适啊，秦烈。我当然没去他房间，浑身僵硬的在沙发坐了下来。男生见秦烈一走，笑容瞬间收回，他慢条斯理的端起茶杯，斜睨我一眼。我和秦烈出生就认识，本该在初秋订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简直无地自容，局促的并拢膝盖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。抱歉，我会尽快离开他。这话一出，他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很快又恢复那副轻蔑的姿态。离开？你舍得离开吗？我垂下头，坦白讲，目前是秦烈不放我走。男生放下茶杯，终于舍得正视我，仔仔细细打量了好一会，眉梢轻挑，月上清浅喜色。那你想走？你真不喜欢秦烈？不重要。他向我递来手机，楚岚，加个好友，我帮你。我很意外，帮我？怎么突然态度大转变？对，帮你摆脱他。我将信将疑的加上，备注上名字。秦家势力大，也有手伸不到的地方，我可以送你出去，等这里尘埃落定，再接你回来。莫名觉得这套说辞很耳熟，想了一会，想不起来。去哪儿？楚岚眉眼弯弯，笑意荡漾，眸底却一片幽深，自然是他找不到也管不到的地方。我还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要帮我？那当然是顺便帮我自己了。秦烈没多久就回来了，一脸森寒。他人呢？我被他吓到，回去了。秦烈抬手摸了摸我的脸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我要出趟门，你先睡。潜意识告诉我，他要去找楚岚，心里有点别扭，不想让他走。惊了，我怎么可以有这个想法？恋爱脑长出来了还是激素作用？不管是哪个，都好可怕。我正慢慢变成我唾弃的样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会心甘情愿变成秦烈包养的某一房，每天什么都不做，一心一意等他光顾，绝对不可以。秦烈彻夜未归，我在他的大床上盯了一宿天花板。天亮时决定回自己家，出门遇到了管家，他朝我微微颔首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毕竟之前那次他和我串好口供，送我回了学校，我也承诺不会再纠缠。他摇摇头，是少爷自己的选择，秦烈的选择就是哄着我，然后在正牌联姻对象那儿待上一整夜，有点困了，也累了，回家补觉到大中午，睁眼看到秦烈的睡颜，
大脑迟钝的转不过弯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手脚并用把我抱在怀里，也没把我吵醒。屏息慢慢往后撤，还没撤出他的怀抱，他一个搂紧，前功尽弃，我分不清他睡着还是醒着。不过不管什么状态，他总能闭着眼胡乱的吻上来。想起第一次，他也是这样迷迷糊糊把我认成前任，想结婚了。他含糊道：“梦话。”刚被调动起来的秦朝书弟退去，都中午了，梦也只能变成白日梦。你去结吧。秦烈睁开眼，眼眸清明，嘴角勾起一点弧度，捉住我的手，亲了亲指尖。再等等，现在还不行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初秋吗？芦苇夏天开花抽穗，过完秋天就枯萎了。昨晚秦烈可能累到了，一直睡到了下午。我刚回完邮件，一转身看到他，还是一副睡意朦胧的样子。吃晚饭吗？吃，正好饿了。给秦烈的钥匙不知道复制出了多少，厨师、收纳师、营养师，人手一把，一个个和特工一样，悄无声息的来了，默默干完活，悄无声息的走了。秦烈吃相和本人性格完全相反，很文雅，慢慢嚼着，冷不丁来了句：“为什么把工作拒了？”藕片从筷子滑落，再夹又滑落，秦烈稳稳夹起，放在我碗里。我埋头嚼嚼，你看到了？突然觉得不太喜欢，后面再找个合适的。别找了，我难道养不起你吗？知道啦，躺平认养。我答得干脆，笑眯眯抬起头，意外看到秦烈的眉间蹙了蹙。原来你只是说说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他定定地凝视我，面容沉静，眸光深邃不见底。就怕你只是说说。我扒了一口饭，把腮帮子塞得满满的，学着他的语气，含糊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”餐后，清洁员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麻利地刷碗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厉害！我叹为观止。他手底下的人都这么厉害，秦烈应该更不逊色。今后要成为秦家大当家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厉害？但也很辛苦吧？本着不能留遗憾的原则，我鼓起勇气问秦烈：“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？毕竟我和你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不是地球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不是一个圈子和阶级。当年户外拓展课，那群傻逼把好好的资源全部浪费，做出一堆猪食，还沾沾自喜。你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个圈子的吗？”他说的是大一的事，最后是我就地取材收拾了烂摊子。这4年，秦烈在学校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那次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交集。没想到他还记得。我喜欢你的生活气息，我不认可，我只是在生存。秦烈搂住我，温声道：“和你在一起的3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轻松的时间。”一时间，我想起了很多，想起他身上数不清的新伤旧伤，想起他用平淡语气道出的那句：“我可能会死在那里。”可能我们都只是在生存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不再会有那种危险的情况。老头子之前那么生气，就是因为我暗地包除了一些灰色产业。那怎么闹掰了2次？第2次因为楚岚，我们有婚约，老一辈指定的。小时候我被绑架，楚岚的爷爷替我挡了一枪。我上次飞，突然不想听了，分不清是不想听楚岚和他的过往，还是不想听他撕裂自己的旧伤口。我打断他：“秦烈，上次医生是不是说3个月后就可以那个了？”他猝然止住话头，有些好笑的摸摸我的脑袋：“别勾引我，不行吗？医生都说可以了啊。”他一点点收起笑意：“你认真的？”当然。秦烈喉结滚动，眼神一寸寸晦暗，视线落在我小腹上，又摇了摇头。我不是禽兽。我垂下头，涨红了脸。可我是肚子大了点，后腰本来就日常酸痛，这下差点没直起来。事前秦烈遣散了出租屋附近安插的人，此刻夜深人静，没一点人气，合理怀疑这幢楼其他户早就不是原来的租客。我紧了紧外套，披着夜色下了楼。那辆黑车如预期般停在路口，我慢慢走向它，走向我给自己选的新未来。门一拉开，扑鼻而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，大脑里有什么啪的一下应声断裂。我缓慢抬眸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在宿舍楼下拉扯我的黑衬衫男，头顶仿佛炸开。我本能的转身想跑，却被一把拽进了车厢，车门重重关上，心也重重的沉了下去。完了。副驾驶的楚岚转过头，他脸上多了好几道伤口，笑容在月光下透着森森寒意。我努力镇定，伸手拉车门。我改主意了，你放我下车。门自然是拉不动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楚岚表情近乎癫狂，周身翻涌着让人窒息的危险感。软声是吧？一起下地狱吧？谁要和你下地狱？我慌忙摸手机，在摸到的瞬间被黑衬衫男抢去，一刀刺透，全身血液都凉了。楚岚，我都已经决定要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他冷笑起来，我放过你？谁放过我？我和秦烈出生入死20多年，你才认识他多久？凭什么他会为了你这么对我？怎么对你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实在讲不通，看起来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。我深知再不下车死路一条，开始疯狂砸门，刚砸了2下就被黑衬衫男禁锢住，动弹不得。整条街道似乎只剩下了我们，空空荡荡，无人能救我。楚岚就这么静静看着我，绝望吗？秦烈教训我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绝望的。说完，他冷声发令：“开车！”2个字宣判了我的死刑。我瘫坐回座位上，闭上了眼，可车迟迟没开。楚岚朝着司机大骂：“开车啊，聋了吗？”司机淡淡回应：“还没到齐。”什么到齐？话音刚落，车门开了，秦烈一脚迈上车，坐到我身边。现在齐了。楚岚脸色瞬间苍白，朝着黑衬衫男颤声吼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”黑衬衫男连忙丢掉手里的刀：“老大，老大，我特地避开了电池的，私下练了10几次呢。”楚岚愣住，不可置信的睁大眼：“你他妈背叛我？那又咋了？”他嘿嘿笑着摸摸我的手臂：“没勒疼吧？哥收着力呢。”秦烈一记眼刀过去，他立刻收回了手，缩到一旁不敢吭声。疯狂拉车门的人变成了楚岚，门自然是拉不动的。秦烈慢条斯理抬腿，狠狠踢上副驾驶椅背：“楚岚，我给过你活路的。”秦烈第2次和秦家闹掰，是为了退婚，作为补偿，他还特地飞去国外，替楚家摆平了一些陈年纠纷，也意外得知了当年的绑架案本来就是楚岚爷爷的自导自演，他牺牲一人，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大家庭。秦烈念在多年的情谊，选择原谅，只要楚岚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就可以继续做好兄弟。可惜楚岚不满足于此，
试图将我拐去会所，彻底毁了我。被秦烈狠狠教训了一顿后，竟仍不死心，所以你早就知道我要逃，腿还后怕的发软。秦烈把我放到床上，冷哼：“你把我给你的钱都打给你妹妹的时候，我还天真的以为你终于接纳我了，呵，结果你转头就盘算着离开我，被你骗多了，我已经有抗骗性了。软生，今晚你这么反常，以为我是傻的吗？”看他不疾不徐解袖扣，我咽咽口水，哈哈，好在有惊无险，睡吧睡吧。秦烈欺身而下，扼住我的下巴，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了，我就知道今晚不能翻篇了。楚岚被带走前嘶吼着：“如果那天航班没延误，和你上床的人就是我，根本轮不到你。”秦烈就差在车上把我吃了。软生，我本来以为生日那天我做了一整晚春梦，炙热的吻落下，现在我要亲身验证一下，那究竟是不是梦？我呜咽，秦烈，你禽兽啊！他笑起来，我是。